回国当天，我在哥哥床上发现了个男人，他面上羞红，眼带水汽，缩在被子中，一脸期待的看着门口。见进来的人是我，他立马变了神色，变得极其难看。他打量了我一眼，冷声质问：“你是谁？为什么会来宋渊家？”我懵了，这人是谁？为什么在哥哥家？还用看情敌的眼神看我？你又是谁？我是宋渊的人，他就要的宣誓主权。我又是一懵，哥哥他出柜都不遮掩了吗？我打量着这个少年，皮肤白皙，眼角嫣红，长得是又乖又纯。如果不是进门前感受到的那股子刻意勾引，我还真以为这是个糯米团子。可惜了，是带线的。我想得起劲，谁知道他突然一脸不快地下了床。我赶紧捂住眼睛，非礼勿视，可还是忍不住扒开手指，偷偷的瞄上几眼。什么嘛，竟然穿裤子了！我有些失望，而他冷沉的声音近在耳畔，似乎下一秒就要解决掉我这个情敌，说：“你跟宋渊是什么关系？”我想了想，还是不要误会。刚想回话，就见到哥哥推门而入，手上端着的是我爱吃的皮蛋瘦肉粥。我立马被吸引了目光，望着他手中的吃食，馋得不行。哥，我刚下飞机，都快饿死了。我迎了上去，刚想接过他手里的碗，就被他躲了过去。身为胸控的，我要炸了。哥哥竟然把我爱吃的拿给别人吗？你去厨房盛，那一锅都是你的。我顿时喜笑颜开，哥哥还是爱我的，他给我留了一锅呢。是妹妹吗？没关系的，妹妹想吃的话，我让给她好了。刚刚还对我怒目而视的男人，现在的语气那叫一个温柔。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刚才那么凶，恨不得想吃人，现在知道我是小姑子，想着要讨好我了。已经晚了。我冷哼了一声，抬脚就往厨房走，身后却传来那男人的温声细语：“只是发烧了。”没关系的，妹妹刚回来，你可以多陪陪她。哼，我看不是发烧了，是发骚了吧？我顿时一堆想吐槽的，马上就着哥哥亲手煮的粥联系闺蜜。我和闺蜜是多年好友，一样的学渣党。她会用庞然大物形容家产，我会用活色生香形容男人。我们并称为贪财好色组合。同样都有个非常优秀耀眼的哥哥，而他哥哥是我哥哥的白月光。这次回来就是想看看能打败我哥的人究竟有多帅，可没想到家被偷了。我赶紧和闺蜜打听情况，谁知她的声音十分心虚。他是我嫂子的弟弟，燕家二少燕荣，好像是对你哥哥一见钟情了。听到他这种语气，熟知他习性的我立马察觉到了不对。听说你把你哥卖了5000万，你不会也把我哥也卖了吧？对面立马出现他的反驳声。哪能呢？我松了口气，还好他心里有数。不止5000万，我皮笑肉不笑，练武场上见，争宠暂停。我先把罪魁祸首揍一顿。和闺蜜友好的探讨了一下人生哲理。回家的路上经过巷口，突然听见里面传来肉体碰撞声和求饶声。我没忍住好奇心，猫着腰躲过去看，然后震惊了。1个、2个、3个，10来个壮汉将一个男人围在中间暴揍。躺在地上的那个男人被打得软了身子，爬不起来，身边还有个被摔碎的摄像机。领头的那个人上前几步，一脚踩上他的脸，狠狠的碾了碾，声音冰寒似刀割：“如果再敢纠缠宋渊，我就让你从这个世上消失，明白了吗？”我这才发现，那人竟然是燕荣。在哥哥面前软糯乖巧的少年，现在如同索命的无常。等那人仓皇点头求饶后，他才慢条斯理的用地上那人的衣服蹭干净他鞋子上的血，懒散的摆了摆手，扔到海里去。突然他察觉到我的视线，看到了我来不及躲回墙后的身影。我缩了缩脑袋，客观来说，以燕家的实力，随便处理个小猫小狗再简单不过。见识了他这样冷酷狠辣的一面，我再也不能把他当成平常人对待。不，
这回吓坏了妹妹，还是把她吊在商场门口。别让她死了。他目光灼灼地看着我，似乎在观察我究竟看到了多少。半晌，他露出一个和善的笑容。我强行扯出个笑容，跟他打招呼：“怎么出来了？发烧好点了吗？”他走出人群，带着我走出巷子。离得远了，我这才松了口气。怎么说我也练过，对付他一个应该不成问题。好多了，不过我发现你哥哥那处别墅似乎有人在对面偷拍。你一个女生住在这边可能不太方便。我强忍着不让自己翻白眼。什么意思？我刚到哥哥家一天，屁股都没坐热，他就想赶人了，想和哥哥单独相处。那必然不行，我可不能让哥哥和这样危险的人物共处一室。回家后，我找个机会避开艳荣，和哥哥详细的说明了情况。原以为清醒如哥哥一定会尽快远离，谁知道哥哥只是笑了笑，眼中闪着兴奋的光。我早就知道了，只是觉得他在我面前这样费尽心思的演还挺有趣的，不是吗？完了，哥哥受刺激，眼光产生变异了。回国后的第二天，我被老爸抓了壮丁，被塞进了宋氏集团。谁知道叶荣这个身价千亿的公子哥也在这里任职，当个小小的文员。他抱着文件跟在哥哥身边跑前跑后，甚至将秘书小姐姐的活都抢占了，脸上一直洋溢着乖巧的笑容，直到一个男人出现。那是个长得十分优越的实习生，竟有几分像我闺蜜的哥哥，也就是我哥哥的白月光。这可打翻了醋桶子，一旦哥哥对他稍有辞色，或是眼神稍稍停留，他就开始作妖。平常人看不太出来，可哥哥是个狐狸，怎么可能发现不了？小赵，你这里做的数据不太对哦。啊，那怎么办？这份资料是宋总着急要的，你这样拿过去一定会被骂的吧？不过没关系，我帮你修改好了，你拿过去。真是太谢谢你了，小赵感动的星星眼。他不知道叶荣所做的只是不想让他见到哥哥，并且在他面前树立了哥哥不好相与的形象。一来二去，小赵对叶荣极其信任，做什么事情都要来过问他的意见。开会的时候，因为惧怕哥哥，也不敢抬头。叶荣对此非常满意。直到有一天，哥哥和小赵在电梯上遇见了，而我刚好就在旁边，亲眼见证了哥哥怎么用一个笑容就把单纯可爱的男大学生攻略的经过。那天我和哥哥几乎踩着点到的公司，原因是我差点睡过了头。都怪闺蜜半夜拉我聊她磕过的 CP， 一时上头太过兴奋了，来的就晚了些。谁知还有比我们更晚的。电梯门即将关闭的时候，外面传来小赵焦急的声音：“等等我！”下一秒，哥哥的手掌挡在电梯门上，明亮的光照射了进来。我清楚的看着小赵呆了一瞬。哥哥此举巨帅好吗？再加上那张男神美颜的冲击力，是个人都得沦陷，连我都想直呼一句：哥哥的脸真他娘的带劲。哥哥看清了他的面容，笑了笑：“同事，还不进来吗？要迟到了。”小赵呆呆的点了点头，走进电梯后一言不发，脸蛋红成了猴屁股。半晌才说出一句：“谢谢宋总。”这几天小赵都自己送文件，每次都微红着脸，十分兴奋的模样，也不知道刺伤了谁的眼睛。午饭时间，叶荣罕见的没跟着哥哥，反而跟小赵走到了一起。于是整个下午我都看到小赵十分沮丧。怎么了？我走进他的工位，手中抱着半个西瓜。不得不说，能成为闺蜜还是有相像的地方。燕哥说我会给宋总造成困扰，他皱着张清俊的小脸抬头看我。我猛地咳嗽了一下，就他，就燕荣那缠人的恨不得住在我家的近，还好意思说别人会带来困扰。我忍不住撇了撇嘴，盯着小赵那张脸，觉得比起燕荣那个危险人物，这个长得极合哥哥口味的男生才是最佳的。可还没等我做什么，
就见到艳荣走过来，眼带深意的看了我们一眼，然后进了茶水间，将要说出口的话就这样顿住了。我装作无事转身离开，路过茶水间时，我看了一眼，恨不得自插双目。艳荣她光明正大的在哥哥常用的杯子上印下一吻，下一秒她对上我的视线，对我和善一笑。我忍不住打了个冷战，撇开视线，她却径直朝我走来。那天匆匆一见，还没给你见面礼，听姐姐说你喜欢。突然她笑了一下，不像她的长相那样乖巧，反而透露着些许邪气。喜欢美男，她说的那个姐姐应该就是我那个性取向为前的闺蜜。明明我和闺蜜是同龄人，她叫闺蜜姐姐，却要给我见面礼，什么意思啊？我感觉自己被嘲笑了。我刚想发火，她的手机突然举到我面前，手指滑动中是一张张美男图，各种各样，乱花迷人眼。我紧盯着屏幕，呼吸都轻了几分，一直到她滑到最后，足足滑了好几分钟。结束后，我闭了闭眼睛，回味了一下，然后继续坚定自己的立场。不用了，我真的不用吗？我有他们的联系方式。我呼吸一滞，突然觉得拒绝的话好难开口，毕竟里面还有我粉的明星。可那是我哥呀，我不能为了男色出卖亲人。如果你想的话，今天我就能安排你们去约会，可以。我今天想认识某某。如果是某某也十分可爱啊。我承认我太大声，也太没有原则了，可那是我的墙头啊。我睁大眼睛，一脸希冀的看着艳荣，等他给我联系方式。突然他凑近了一步，吓得我一个踉跄。来，资源交换一下，宋渊他喜欢什么样的人？讨厌什么东西？你都给我说说。艳荣对哥哥展开猛烈的追击，不同于他装病非要赖在我家那套，他频繁的出现在哥哥周围，总是出现各种状况，求哥哥帮忙。那套示弱的样子我看得极其别扭，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看到了好几个想要帮忙的人，都被他冷脸凶了回去。他就在那里等着，等我哥哥来帮他，其他任何人都不行。然后用那双湿漉漉水汪汪的眼睛期待的看着哥哥。哥哥把他抱到车上，他还不愿意撒手，红着小脸蹭在哥哥脖梗处撒娇。哥，我都受伤了，你能不能多抱我一回？他的声音软糯乖巧，可他没看到我，也没看到哥哥有些无奈的笑容。我有点尴尬，偶遇大佬撒娇怎么办？哥哥将他的手掰下来，他还挣扎了几下，哼哼唧唧的想要朝哥哥索吻。你亲亲我，我就松手，我他妈更尴尬了。哥哥不说话，他就自发的要去亲哥哥。哥哥轻轻躲开，他也不恼，跟着追着就要亲上去。可能觉得是有我在，哥哥还是躲开。他又追，一来二去，艳荣又羞又恼，在哥哥怀中猛蹭了几下才松手。起身后，他这才发现坐在后排看了全程的我。他滞了一下，半晌后恢复神态。哥哥开车的时候，他转过头小声问我：“你今天没去约会吗？”我笑了一下，娱乐圈的男人太好搞到手了，给点资源，给点浪漫，他们就会马上权衡利弊。我可不想和他们天天演戏，还是生活中的帅哥更有趣。说完，我在他和哥哥之间打量了好几眼。你们就很有趣。艳荣想了想，咬牙又掏出手机：“我大学室友的联系方式，你要吗？”我顿了一下，凑近几分：“帅吗？”他想了想：“没你哥好看。”我又坐了回去，有些意兴阑珊。那我还是跟着你们。他有些急了，最后痛心疾首的贡献了好兄弟的微信。他的好兄弟长得确实不错，就是人聒噪了些。熟悉之后，我从他嘴里套出好多往事。于是我又凑到艳荣面前：“大佬，你也不想让我哥哥知道那些事吧？其实我啥也不知道，只是依照他的性格炸一炸。”可没想到他看我的眼神深了，我能感觉到，要不是哥哥就我这么一个亲妹妹，他不得把我丢进海里去喂鱼不可。我缩了缩脑袋，
却还是勇敢的对上他的视线。你想要什么？我和艳荣做了个交易。这件事我如实的告诉了哥哥，毕竟脑子我不如他。对于这件事，哥哥只是笑笑，摘下金丝眼镜，慢条斯理的擦了擦。玩够了，那我也该收网了。我知道哥哥准备对艳荣进行最后一步的调教，他准备发现艳荣的真面目了。宴会那天，本来说不去的哥哥临时到场，而艳荣正在教训情敌，被哥哥撞个正着。对于明面上的情敌，艳荣从不手软。若是敢对哥哥有非分之想，龌龊心思的他更是心狠手辣。表面维持着和善的表象，背地里比他那个霸道冷厉的哥哥的手段黑多了。更何况以他家的势力，还不屑于在他人面前装乖巧。我看了眼哥哥冰冷的模样，再看看艳荣有些慌乱的样子，突然觉得不太好收场。谁知哥哥压根没想收场，转身就走，步伐快的我根本追不上。后来哥哥驱车离开，艳荣也跟着飙车，留下我一人穿着礼服站在宴会上。苏州的夜晚真冷啊！我哆哆嗦嗦的给闺蜜打电话讲清了原因，可她在电话那头兴奋非常，直接磕上头了。你是说你哥气着了，不愿意搭理艳荣，而他直接跟上去了？你是说他们两个人今天孤男寡男共处一室？啊？你是说宋渊哥他故意把你丢下，自己走了？等下，什么叫做哥哥故意把我丢下了？他是怕我打扰他们的二人世界吗？不可能吧！手机里突然传来闺蜜高亢的尖叫声，我已经能想象到她兴奋的在床上拧成麻花状了。那你今晚别回去了，他们今晚肯定有个人会被抄。不是，我哥虽然脑子好用，可他武力值堪忧啊，十有八九会是我哥被强推，我绝不允许。完美的哥哥会是下面一个。我不能再等了，火速抢过一人的车钥匙就往家赶。还没进门，就听到了断断续续的异响，其中还夹杂着哥哥十分不得体的怒骂。我惊了，现在我是进去还是不进去？万一进去是俩裸男怎么办？这明显都上垒了。艳荣，你他妈最好放开我！你不是都已经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了吗？我就是要告诉你，你可以讨厌我，但是别想离开我。门内响了一夜，我在院中坐了一夜，这是我熬过最难熬的夜了。你知道哥哥院中有多少花吗？857朵。我想进去救哥哥，又怕那就是他想要的，我可不敢坏了哥哥的好事。我泪流满面，闺蜜还不知死活的打电话来问后续。我边接电话边哭。门开的时候，我抬眼就看到了艳荣有些复杂的脸。被哥哥发现了真面目的他是惊慌害怕的，他怕哥哥会认为被骗，从而对他远离。他受不了哥哥的离开，昨晚又直接强推，他不怕报复，但怕哥哥对他失望。可得到了哥哥，他又十分兴奋激动。我眼见着他的表情变了又变，赶紧起身想去看看哥哥的模样，听听昨晚的动静，估计受罪了。可我一搭上门把手，就被艳荣制止了。他目光深沉的看着我，你出去玩几天，费用我全包。不是，那可是我哥。手足兄妹，我看看情况怎么了？如果真太严重，我他腰就要报警了。我对艳荣怒目而视，眨眼之间就动起了手。我说了，打小姑子，不要脸。可看着他被我打的左边青右边子的模样，我还是小小的心虚了一下。要不是我下手太狠，他应该也不会被迫制住我，却没怎么动手的吧。最终他叹了口气，你不是想开娱乐公司吗？我名下有家送你。他名下就是那个有着最强资本背景，明星们抢破头都想进的那家。
我可耻的心动了。莫说现在可能是哥哥算计的结果，就冲着他家这样的背景，能低下头颅，在哥哥面前伏低作小，能容忍我对他动手，这份心就特真。我点了点头，亲眼看到他把哥哥的房门反锁。他没事，等我们和好，我会让你见他的。我看了一眼门锁，又点了点头，却在他走后立马爬窗进了房子。我还是不放心，需要亲眼看一看。不小心打碎了窗前摆放的花瓶，于是我就看到哥哥他原本悠闲的神情猛然变得凄楚，双手不停为自己已经松了的绳子绑好。旁边的床上木板都塌了。不是，哥，你们玩这么野吗？见是我，他的神情又变得悠闲起来，自己给自己把绳子松开了。是你啊，我没事，我看到了。我走上前看了看绑哥哥的那根绳子，还带松紧的。艳荣还是不舍得哥哥受罪。艳荣他中午还会回来，你有事要尽快说。听到这话，我撇了撇嘴，合着哥哥根本不在意自己被关，也并不需要我救他，甚至把这当成小情趣。我都怀疑昨天打破窗户纸是不是就是哥哥想要的，只不过他失算了，因为他根本打不过艳荣，被年下了。就这样关在这，你的公司不要了。哥哥瞥了我一眼，你觉得艳荣会让我吃亏？我瞬间恍然大悟，发生这样的事情，艳荣只会觉得亏欠哥哥，甚至因为欺骗哥哥、强推哥哥这两件事，一辈子都被哥哥拿捏在手心。啧，最毒妇临心。你这是什么眼神？哥哥皱眉，我赶紧调整好表情，瞬间明白闺蜜的心理。要是我的哥哥单纯清俊，被宋渊这个绿茶拿捏在手心，我也要屈死。得不到白月光，是哥哥活该。这几天哥哥都和艳荣住在一起，我不好打扰。事实上，我每次去蹭饭都被轰了出来，我憋闷死了。可最令我憋闷的是，我被绑架了，不是因为我家有钱，也不是看中我的美貌，这他妈竟然是无妄之灾。这群人是艳荣的仇敌雇来的，不同于艳荣她乖巧白净的长相，平时的她是冷漠无情的，只是在哥哥面前软糯。然而在其他人面前，艳荣心黑的不行，仇敌比他哥还多。可那些人拿他没办法，只能从他身边人入手。哥哥被关在家，最近和他最亲近的除了燕家人，明面上也就是我了。他们看着艳荣送我娱乐公司，看着我和他出入同一间公寓，看着他偶尔勾起的笑容，可他们不知道，这都是因为我哥哥。听着他们的谈论，我越想越气，挣脱绳子爬起来就是对他们一顿暴打。这群废物，绑人前竟然也不调查调查。我头脑虽不太行，武力值却奇高，跆拳道黑带，散打9级。这群不入流的渣渣正好成了我的出气筒。我坐在老板椅上摇了摇，瞥了一眼跪在地上求饶的绑匪老大，他捂住眼睛，战战兢兢。去把宋渊绑过来。绑匪老大一怔，那不是姑奶奶您的哥哥吗？绑他干啥呀？废什么话，我一巴掌拍在他头上，让你绑就绑。现在他们的关系需要突破口，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身为哥哥的好妹妹，我当然得帮帮忙。不过1小时的功夫，哥哥被人抓了来。彼时我正在跟绑匪抢肉吃，哥哥原本伪装平静的神态，在看到我的时候直接怒了。你在搞什么鬼？我笑了笑，放下筷子。哥，都这么久了，你俩也该弄清楚了，总得给人家一个名分不是？哥哥冷哼一声，却没有反驳。说起来能绑来哥哥，还是我提供的路线。虽说艳荣并没有病态到监控哥哥，却也在哥哥周围放了人手。可他不知道哥哥那处别墅有暗道。俗话说狡兔3窟，狡猾如哥哥，怎么可能不为自己留后路？艳荣的人来得很快，他怒气冲冲的和绑匪们对峙。关心则乱，他的心思都在被绑着的哥哥身上，半点没注意到绑匪眼中战战兢兢、
不时瞟向我的眼神。我怒瞪了绑匪头子一眼，他立马抖了抖，开始按照我吩咐的说起经典台词。绑匪头子干巴巴的大笑3声，我可以放人，只不过只能放一个。你选谁？回国之前电视剧我都看过了。这种情节最能打动人心，是重归于好的转折点。对此我信心满满，却看到哥哥和艳荣的眼角同时抽了抽，就连绑匪头子都尴尬的满脸通红，羞于抬头。不是这2年电视剧不火这个了吗？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却听到艳荣坚定的回答：我选宋渊。绑匪懵了，这母老虎，不是，这位温柔善良的女生难道不是你的女朋友？艳荣瞥了绑匪一眼，继续说：我选宋渊。不是，人家好歹也是个女生，我选宋渊。绑匪急了，看得出来他们非常想把我推销出去。可艳荣依旧不为所动。然而哥哥的表情有些许不耐烦，瞥了我一眼。我立马收到信号，这场闹剧该结束了。我狠狠地瞪了绑匪一眼，他抖了一下，立马放人。哥哥被推入艳荣怀里的瞬间，他立马上上下下的打量哥哥有没有受伤，没发现异常后才终于松了口气。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没有异常吗？哥哥脖子上都他妈是红印，是被艳荣这个禽兽啃的。我选他。哈？绑匪有些懵，选择不是结束了吗？我说我选他。哪里还有选择？绑匪看了我一眼，艳荣却笑了。那我给你2个选择，一放了他，2是我打残你，你再放了他。你不讲武德！绑匪头子气得脸通红，虽然他们也想扔掉我这个烫手山芋，可也不是这样啊！我立马狠瞪了绑匪一眼，给你台阶你就要下啊？太过死板可没好果子吃。可是金主说了，一定要不然我的钱拿着也不踏实啊！绑匪头子看了一眼身后的弟兄，哭丧着脸，不住念叨：拿不到钱，还被打一顿，我亏大了，我们以后吃啥啊？原来是担心兄弟们以后没得饭吃啊！真可怜。这好办，身为品学兼优的良好公用，我把这群人上交给了警察局。望着他们眼含热泪的模样，我笑出了标准的8颗牙。不用谢，我是祖国的公仆，肯定要祖国人人都能吃饱饭。我笑嘻嘻的走出公安局，将他们的怒骂声悉数抛诸脑后。可刚从警察局回到家后，就听到了少儿不宜的声音：不是，人家说久别胜新婚，你们只是几个小时没见，就这么干柴烈火了。我还是怀念他们冷战时期。艳荣愧疚但不悔，默默补偿我和哥哥。哥哥他假装生气，实则有台阶就下。现在嘛，不忍直视。他们开始了蜜月期，把工作的重任交给了我。我一边打理自己的娱乐公司，一边还要兼顾哥哥的讼事。等我累了一天，回到家也没口热饭吃。哥哥的房间传来艳荣撒娇的声音，我听着有些别扭。什么？黑汤圆又生病发烧了？尊都假都？身体这么弱，怎么给哥哥生大胖闺女？我拧眉细听，心中有些疑惑。什么？哥哥是医生？不是，不是你们！我的脸一下子爆红，气血翻涌。不是，我在公司累死累活，他们在家里还角色扮演，我他妈要炸了！可我什么也不能做，只能打电话给闺蜜以求安慰。谁知道闺蜜比我还激动，恨不得就在此时魂穿我，尖叫着让我录下来。不是，我身边怎么这么多变态啊？就我一个正常人吗？问什么谁攻谁受，我哪里知道？只知道第一次哥哥肯定是受，那天他走路都是不正常的，一痛一拐，时不时还要停顿几分钟才缓过来。回想起这些，我泪流满面。闺蜜开始跟我讲起了燕家，据说他哥哥那么容易被接受，就是因为还有艳荣在。此时艳荣也出柜了，要是知道这里面还有他的手笔在，
估计燕爸爸睡着了，都要爬起来骂一句：“毒妇，我有些汗颜。”哥哥正式上班后，我又开始了清闲的时光。燕荣给的那家娱乐公司签了许多摇钱树，美貌演技皆有，我就等着收钱就行。每天在哥哥的公司摆烂，而燕荣还一直待在宋氏，隐隐以老板娘的身份自居。可后来一个项目引来了哥哥的白月光，也是我闺蜜她哥。嫂子，燕荣淡淡的叫了一句，然后站在哥哥身后不肯离去一步，却拿出了手机手指，飞快的不知道在和谁发消息。我懒洋洋的从冰箱里拿出蛋糕吃，看着他们谈论工作事宜。10分钟后，一个霸道俊美的男人突然急匆匆的冲进办公室。这个人我从闺蜜给的照片上看过，是抢走哥哥白月光的燕离，也是燕荣的亲哥哥。他皱着眉，强势的挤过哥哥，坐在两人中间。哥哥笑了，是那种绿茶的笑容。真没想到燕总会这么闲，连爱人工作交朋友的时间都想占去，潜台词就是说他为人太强势，控制欲太强呗。哥哥虽然对白月光没了想法，却还是保持着逗燕离的习惯，时时刻刻都想作对，看他气得跳脚。比不得宋总空闲，勾引了我弟弟不说，还想把我老婆都勾走。燕离也不甘示弱，他瞥了一眼不争气的弟弟，而被他瞪着的人不给任何反应，正在整理哥哥下午要用的文件。你老婆？如果不是你太卑鄙，说不定他现在是我宋渊。两兄弟同时喊出了口。可燕离的脾气更外露些，他举起拳头就要揍人，丝毫不顾及自己京都太子爷的形象，却被一个、两个、3个人拦住了。除了我，另外2个，一个是他老婆，一个是他亲弟弟，此刻都胳膊肘往外拐，护着我哥。看着燕离他那张貌美的脸，我有一刻想为他战斗，但一看另外3个，美貌不分伯仲，我做不出选择。最后还是那夫妇俩手拉手回家作为结束。临走时，燕离扭曲张脸，蹙得五官乱飞，可被人摸了摸头，瞬间就好了，美滋滋的嘴角与太阳齐飞。我忍不住摇摇头，传闻中霸道冷厉不好招惹的太子爷竟然这么好拿捏。那俩走了，这俩还在闹别扭。哥哥因为一时口嗨，说了不该说的，现在不得不面临着哄撒娇精，承诺了好多不合理条约。我焦黄着小脸，不忍直视，撇了撇嘴出门了。本想去楼下喝杯咖啡，却遇到了个奇怪的贵妇人。她满脸笑容的打量着我，嘴里一直夸赞着，把我这厚脸皮都要夸脸红了，直接飘飘然。后来她叹了口气，我的心忍不住提到了嗓子眼。不是，如此完美的我，难道还有不起眼的缺点吗？嗨，我家那傻小子怎么配得上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哈？谁配我？这么完美的我，竟然会有男人能配得上？后来才知道，他说的人竟然是燕荣。他竟然误会是我在和燕荣谈恋爱。对，他配不上我，他也就配被哥哥那个狐狸骗一骗了。不知道哥哥他们愿不愿意公开，我只能含糊其辞的应付着，直到燕夫人带我去买金子。我的天，他给的实在太多了，我忍不住找个空闲给哥哥打电话说明情况。没错，我是哥宝女。哥哥在电话那头罕见的沉默了，半晌后他才开了口，其实我还没想这么长远。不是，哥你要当渣男吗？我忍不住竖了一下。不过哥哥这样做一定有自己的用意，我绝对相信哥哥。对面又再次沉默了。这段时间我肉眼可见的看着哥哥躲着燕荣，常常以出差为借口远离，而燕荣的表情从兴奋到冷沉，只在哥哥的一念之间。你怎么不笑了？是生性不爱笑吗？我凑到燕荣身边刷宝，得到他一对白眼。我叹了口气，其实那天燕夫人找过来了。燕荣一顿侧耳听着，我看了一眼，继续说，他虽然不知道和你谈恋爱的其实是哥哥，
但也能看出他想要的儿媳妇不是男的。晏荣一下起身，直接怒了。宋渊就是为了这事躲着我，我不知道说什么，显然晏荣也不需要我说什么。听说当晚晏荣就带着个老头子回了晏家，说要结婚，气得晏爸爸要打人。过了几天又换了个老头，晏爸爸强忍住脾气和他讲道理。又过了几天，晏荣带的老头头发全白，牙齿都掉光了。晏爸爸被气得直接没脾气，抄起凳子就朝晏荣摔了过去。我听着闺蜜说完后，还是忍不住跟哥哥打了个电话。哥，晏荣他好像是认真的，没办法像你一样清醒，那边久久没有回话。第二天哥哥回来了，他跟着晏荣一起回了晏家。可像晏家这种顶级豪门，已经出了一对男童，另一个儿子也是。晏爸爸怎么能接受？明明两个儿子，却要面临着断子绝孙的下场。可他不同意，晏荣就强逼他同意，不然他就外嫁，嫁到宋家来。听到这个消息，我是震惊的，这是什么顶级恋爱脑？晏荣说到做到，他真的要嫁到宋家来。婚礼那天，晏爸爸还是来了，脸色虽然不太好，可也没挂着臭脸。我站在哥哥身旁，警惕的看着周围，哥哥的婚礼由我守护，谁敢抢婚，看我不把他打个满地找牙。可一切正常，直到洞房都没人提出反对。闺蜜喜滋滋的跑过来，眼冒金光。这晏家是我们两姐妹的了，我没忍住翻了个白眼，她还是太天真。晏爸爸还没死呢，他以后肯定会作妖，死活都会让那两兄弟弄出孩子不可。只不过是方法问题，我们还是好好守着自己财产好了，有晏家做倚仗，说不定我们就是下一个顶级豪门。番外晏荣视角，我对哥哥的情敌一见钟情了。为了引起他的注意，在他转身的瞬间，我故意撞了上去。果然如我所想，他不会放任我不管，立马抛下手中的事情带我去医院。如果说以往我的生活是一成不变、平淡如水的，那他的出现就点燃了我生命中的全部色彩。趁着伤，我缠着他负责。宋渊喜欢的一直是我嫂子那样清润温柔的类型。没关系，我会装。我从未如此庆幸过我的长相是极具欺骗性的乖巧。一来二去，我们熟了很多，他对我的态度也不再是礼貌的疏离。打着实习的幌子，我便自然而然去了他那里，为他赶走狂蜂浪蝶。因为我从小就知道，有了想要的东西就要牢牢抓住。可他实在太优秀了，身边的苍蝇怎么也赶不完。尤其在他不再执着于白月光时，他似乎本身就在发光，像是挣脱了既定命运的枷锁。我不可避免的日渐焦躁，终于在强压之下，天气变化中咳嗽了几声。我突然福至心灵，起了个蠢念头，还是初春。我站在浴室淋了一夜的冷水，第二天就发起了高烧。对于这样的情况，我十分兴奋，拿起文件袋就朝宋渊家赶，然后在他开门后直接晕倒。醒来时，我已经躺在了宋渊床上，身边围绕的、鼻尖嗅到的都是他的气息。我禁不住有些兴奋，火速脱光了上衣，只给自己留了一件大裤衩子。不全身脱光是为了留后路，到时候成了也就罢了，万一没成，我还能说是高烧太热了。谁知我想的倒是好，宋渊家却来了个不速之客。有人开门的那一瞬，我将平生最精湛的演技都用上了，3分含情，3分水光，4分病弱。可进来的却是个不认识的女生，我感觉自己都要炸了。难道说宋渊放弃白月光后值了？因为他值了，所以可以接受我这个男人随便躺他的床了。喜欢上女生了？他连钥匙都有。此刻我忘记了伪装，还伪装个屁！家都被偷了。我没忍住黑了脸，狠狠瞪着他，连把他埋在哪里都想好了。可后来我知道这是我未来小姑子，我立马开心了。虽然他的出现毁了我的好事，
可起码不是轻敌。等下，毁了我的好事。我觉得应该给他个警告，下次要注意了。正好最近有个傻逼一直在偷拍宋渊，借着工作的由头骚扰宋渊，就拿他吓吓小姑子吧。可后来发生了太多事，每当想起这茬，我都忍不住想抽自己。小姑子那是能得罪的吗？不得罪小姑子，就没这么多幺蛾子了。和宋渊结婚后，我恨不得时时刻刻守在他的左右，反正手下的资产有大哥帮忙经营。我是嫁出去的，我肯定要跟着宋渊，毕竟他的公司里还有个大危险，我的情敌小赵。可后来我的情敌没了。那是个非常明媚阳光的上午，公司里突然出现一群黑衣人，就在我疑惑会有谁敢冒着得罪燕家的危险来宋氏挑衅的时候，他们之中出现了个领头的，金发碧眼，长得十分妖孽。他轻轻向我颔首后，不顾小赵挣扎怒骂，一把扛起他离开。乖，别跟我闹了。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嘴角的笑就没消失过。小赵无故旷工早退，还不打下班卡，3天后就能辞退他了。嘿，